在华夏历史文明的长河中，商朝以其独特的魅力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有直接文字记载的王朝，更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取得显著成就的青铜时代王朝。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个遥远而又神秘的王朝，探寻它的历史与文化。商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黄河下游的商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商族在成汤的领导下逐渐崛起。成汤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领袖，他继承祖先的基业，励精图治，积极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最终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成汤成功推翻了夏朝的统治，建立了商朝。商朝建立后，成汤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境内），开始了商王朝的统治。为了巩固政权，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分封诸侯、制定礼乐制度等，使得商朝的政治逐渐稳定下来。这些措施为商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朝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青铜器的制造技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商朝的青铜器种类繁多，造型庄重，纹饰精美，展现了当时工匠们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审美观念。这些青铜器不仅用于日常生活和祭祀活动，更是商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象征。除了青铜器外，商朝还发展了纺织、制陶等手工业，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这些手工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商朝的经济繁荣，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商朝时期出现了两种重要的文字形式：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主要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用于记录祭祀、占卜等内容，而金文则主要铸刻在青铜器上，记录着商朝的政治、军事等信息。这些文字的出现为后世研究商朝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甲骨文和金文的发明不仅证明了商朝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文字系统，更揭示了当时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信息。这些文字资料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商朝历史的认识，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商朝的宗教信仰以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为主，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能够保佑子孙后代，因此非常重视祭祀活动。在祭祀过程中，商朝人会献上丰厚的祭品，祈求祖先的庇佑。此外，他们还崇拜自然神，其如山神、河神等，认为这些神祇能够掌握自然力量，影响人们的命运。为了与神祇沟通，商朝人还发展了一套复杂的占卜制度。他们通过灼烧龟甲或兽骨，观察其裂纹来预测吉凶祸福。这些占卜记录被刻在甲骨上，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甲骨文。占卜制度在商朝社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不仅影响了人们的决策和行动，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敬畏。然而，商朝晚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王室内乱频繁发生，国力逐渐衰弱。与此同时，周边地区的方国和部族纷纷崛起，对商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最终，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诸侯发动的牧野之战中，殷商纣王最终不敌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商朝的灭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商朝晚期的王室内乱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其次，周边地区的方国和部族的崛起对商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最后，商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使得国家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尽管商朝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它所留下的丰富遗产将永远熠熠生辉。商朝的青铜文明、甲骨文和金文，以及独特的宗教信仰和占卜制度等，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不仅丰富了华夏的历史和文化，更激励着中华民族在新的时代中继续前行，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